喽！我现在人来到了吉普力公园了。今天是2024 3月16号，也就是吉普力公园最后一个园区魔女之谷的开幕日。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头戏，吉普力公园推出了真的会动的龙猫巴士，而且它是真的实际可以载客的哦。不知道今天时间够不够带大家逛完全部我想要看的地方，我们就尽力走看看吧，走吧。大家，我刚刚已经搭完了龙猫巴士，然后我现在在东东口之声，有看到我手上的乘车纪念卡吗？这个是宫崎骏原创所绘制的纪念卡哦。你要搭乘龙猫巴士，它才会附赠一张给你。那来跟大家解说一下怎么搭乘龙猫巴士。如果要搭它，就要另外购票，大人一个人是1000日币，小孩是500日币。然后它是只有提供现场购票，它的机台目前只设在2个园区，一个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东东口之声，另外一个就是幽灵之里，就是魔法公主之里，每半小时为一个单位来贩售它的票券，而且每个时段大概都只有40个位置。那在搭乘龙猫巴士之前，它除了会给你一张我手上的这个纪念卡，每一组客人都帮你拍一张照片。再来你要注意的就是搭乘龙猫巴士之后，移动间是不能够摄影拍照的。我刚刚实际搭乘的体验，觉得体感大概只有5分钟左右，大家一定要大家看，因为它的座椅实在是太舒服了，而且连它的车顶都是铺满了毛，超可爱。我还有摸它，其实开车的速度没有很快。那我刚刚又买了回程的票，我现在准备要坐回去幽灵之里继续玩。我现在来到了魔女之谷的展望台，这个展望台呢，一样是在3月16号才正式启用。大家看我背后的这个景色，没错，在这个展望台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新开幕的园区魔女之谷整个园区里面的样貌。那这个展望台需要另外购票才可以进来看，一个人就是150日币。那你可以选择用走的走上来，或者是搭它的缆车上来。好，那接下来就进去重点园区，进去看看有什么吧。前面就是魔女之谷的入口了。
现在已经进来了魔女之谷。这个园区呢是吉卜力公园最新也就是最大的园区，整个园区就觉得很像一个小镇。它除了有游乐设施以外，还有商店、餐厅、面包店，甚至还有伴手礼店，真的是大到你必须要花上一整天才能玩完它。我刚刚去了企业面包店买面包，它这里有一个仿照电影里面就是琪琪在工作的那一间面包店，里面主要就是卖面包以外，还有卖我手上的果汁，还有一样很值得收藏的就是面包袋。你看它上面有写着那一间面包店的名字，上面还有画了很多的面包，本身可以当做一个购物袋，日常生活可以使用。必买的2样面包呢，其中一样就是拿坡里意大利面口味的面包。我刚刚去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卖完了，因为听说呢宫崎吾朗最喜欢的就是拿坡里意大利面。然后还有一个个人很推荐的是我手上的抹茶可丽露，里面包的是一个叫外郎糕的甜点。这个外郎糕其实是爱知名古屋当地的名物，味道很特别，里面包了这个外郎糕。建议大家来魔女之谷的第一站就是先去那个琪琪的面包店，因为它真的是超热门。我大概是11点多左右进来魔女之谷开始排队，大概排了1小时半。园区真的是细节满满耶，大家看这个不就是琪琪的工作服吗？除了琪琪的面包店以外，我还蛮推荐它隔壁有一间热狗摊，它这个是做成猫掌形状的，非常的可爱。它有分黑色的跟白色的，不过口味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啦。我还有另外点了一杯冰咖啡。然后魔女之谷的入口其实还有一间正式的餐厅，它就是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坐下来休息用餐。那提供的菜单也是比较多元的，但是目前应该都要小排队，所以建议大家就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咯。我现场遇到了谁？平科跟 Vivi， 你们很厉害，有抢到第一天的票。我是买 JTB 的票，但它是包饭店，所以比较贵，对不对？比较贵，贵很多。你觉得一天有办法逛完吗？你是说全部园区吗？对啊，当然不可能啊，2排队。魔女之谷就可以逛一天了。他们也会上短影片跟长影片，大家记得去他们的 IG 跟 YouTube 频道全部订阅起来哦。我现在在魔女之谷最大的亮点就是我背后的霍尔的移动城堡。这个城堡呢，它真的会动哦。虽然它不是像电影里面整只都动起来，到了一定的时间它会喷烟，然后它的一些小零件会开始转动啦，觉得这个城堡是活着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城堡除了拍照以外，它真的是可以实际进去参观的，不过你要另外买票才可以进去。再来就是这个园区，它其实还有设了一个小山丘，是可以让你跟电影里面的稻草人还有背后的移动城堡一起拍照，也是排了非常多的人，不知道今天排不排得到。
我现在已经进来了霍尔的移动城堡里面，虽然内部是禁止拍照摄影的，但是它2楼有一个类似阳台的地方，就是可以开放摄影跟拍照。从1楼大厅有最经典的卡西法的那个火炉，上到2楼还有霍尔的超脏乱的房间，然后还有真的是超级脏的浴室也完整的重现。接着就前往下一个看点吧。园区里面还有一座石祭塔，我觉得也蛮推荐给大家。它的展望台可以清楚的拍到整个霍尔的移动城堡，虽然它的高度没有另外一个展望台高，但是我觉得它看出去的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魔女之谷呢，有2个推荐的游乐设施，一个就是我背后的这个旋转木马，另外一个呢就是飞行机。它这个旋转木马结合了吉卜力动画电影当中非常多的元素，像是魔法公主里面阿喜达卡的坐骑，或者是魔法宅急便里面琪琪的扫帚。你可以挑选你喜欢的角色木马来搭。如果你想要搭这个旋转木马的话，大人一次是1000日币，小孩是500日币。搭乘当中是不能够拍照跟摄影的。另外一个游乐设施就是飞行机，它基本上是开发给小孩子坐的。如果你是只有大人一个人想要去做的话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有小孩陪同才可以去做。我刚刚进去，我背后这个哈特礼帽店买了小小的伴手礼。它这个商店里面呢，有卖只有这里才买得到的帽子相关的小商品，还有糖果罐。我买了苏菲的小帽子，它其实也有其他角色的。然后我买的上面有可爱的卡西法图案的霍尔的移动城堡的糖果罐。然后提醒大家，就是魔女之谷里面蛮多建筑物内部是禁止拍照的，可是它并不会明文禁止你说这边不能够拍照，大家可能在拍之前就是先询问一下会比较好。我现在来到了欧奇诺的家，这个就是琪琪的老家，它里面内部也是可以参观的，一样是禁止摄影。再来就是它外面有设置了一个扫帚区，很贴心的是它的扫帚有准备不同的 size， 小孩也是可以拍照的。现在已经到了闭园5点的时间，离开前当然要来血拼一番。我背后这间13人的魔女团的商店，我刚刚也已经进去采购完毕。我只买了2样东西，我超级克制的。其中一个吉吉的小吊饰可以吊在包包上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非常的推荐卡西法的束口袋。我觉得它这个束口袋做的非常的精致，摸起来是有厚度的，觉得可以装一些我的旅行小物。只买了这2个克制。
事。接下来简单跟大家解说吉卜力公园目前的票券种类以及贩售方式。目前吉卜力公园是前2个月就会开始贩售票券，那官网上面也会写清楚票券的开卖时间。吉卜力公园目前的票券种类有分成3大种，最便宜到最贵的分别是吉卜力散步券、吉卜力大散步券跟吉卜力大散步券的升级版。最便宜的吉卜力散步券呢，除了吉卜力的大仓库以外，其他4个园区都可以进去，但是这4个园区里面的建筑物不能够进去参观。然后是第2贵的吉卜力大散步券，这个是5个园区，包括吉卜力的大仓库也可以进去，但是这5个园区的一些特别的建筑物，像是霍尔的移动城堡或是魔女之家、欧奇诺的家、小梅的家，这些都不能够进去参观。最后是最贵的吉卜力大散步券的升级版，除了5个园区全部都可以进去以外，这5个园区里面的所有的建筑物也都可以进去参观。那贩售方式主要有2种，一种是透过 Lawson 的网站线上购买，另外一种呢就是去实体的便利商店，像是 Lawson 或是 Mini Stop， 这2个便利商店的实体机台都可以购票。那如果你没有抢到官网上的套票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推荐方式就是去买 JTB 的套票，但是 JTB 所贩售的套票通常是包饭店或者是新干线还有机票的，所以它的价格一定会比官网上的套票价格更贵，所以就请大家自行评估咯。大家，我现在已经从魔女之谷出来了，之前就有遇到很多读者问我说，吉卜力公园到底一天可不可以逛完？不可能，真的是不可能好吗？以我之前的经验，吉卜力大仓库光是拍照、吃饭、排队买东西就可以花上1天了，加上这个新开幕的魔女之谷的园区占地又更广，需要耗上1整天的时间，再加上其他它还有3个园区哦，这3个园区再加上你想要搭龙猫巴士，吉卜力粉丝认真要玩是必须要耗上至少3天的。那如果是一般游客的话，我觉得也是至少要花上2天才能够把整个园区逛好逛满。回顾今天一整天的心得，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就是龙猫巴士，那另外一个推荐的当然就是魔女之谷的霍尔的移动城堡，高达20公尺的巨大的城堡就在你的眼前，那个震撼程度不是只有看网络上的照片或影片就可以了解的。好，那这一支魔女之谷开幕第1天的现况报道呢，就到这边结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支影片。那之后我也会继续分享日本旅游相关的主题，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你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跟帮我分享出去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吧，拜拜。